这期视频呢，我推荐6只比较优质的 ETF， 并且和大家说一下，在定投的时候怎么样选择合适的 ETF。我把全球报得上名号的资产管理公司全部录了一遍，一共看了大概上百家知名的 ETF 吧，有大公司的头牌，有规模最大的，然后历史表现最好的，还有一些明星的产品。在不同的指标对比之后呢，我推荐了这6只，每一个的长期年回报率都在10%以上。那我也会跟大家同时分享一下我做分析时候使用的一些指标。这个并不是说收益越高越好，或者说是费用越低越好。影片下方我做了分段，可以直接跳到你感兴趣的部分。这些 ETF 呢，我们是用来长期定投的，所以说我们需要考虑是不是可以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里面放着不用管它，也可以带来长期稳定的收益。这个收益呢还不能太低，最好是我们固定收益投资的2倍，比如说定存收益的2倍以上，然后呢把这个作为我们被动收入的一个部分，来慢慢积累我们的财富。那如何选择合适的 ETF 呢？首先呢，我们需要明确我们最终的目标，里面有什么股，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不然就像你去找对象，结果最后养了一只猫，虽然结果也是挺好的，但方向就不对了。你是要投资全球的市场呢，还是光是美国市场？想要投资成长股还是价值股？需不需要股息？还是投资行业类的？那里面的股票的话，有没有筛选机制？持股的方式是权重类的还是平均分配的？这些是我们一开始就要考虑的。那之后讲到具体的 ETF 的时候呢，我会跟大家逐个的分析。其次才是看收益，收益也不能只看近期的，比如说近期的话，比特币涨特别好，那买它的 ETF， 确实它近1年涨了有500%，但是它跌的时候也是有这么多。所以说作为被动收入，我们长期定投的时候呢，需要参考这只 ETF 的长期收益，最好是10年以上的。在考虑收益的时候，我们可以同时看一下它的股息。我选出来的 ETF 都是有股息的，那这也是我们收益的一个部分。在这之后才是费用，同等类别相似收益下找费用低的。如果你购买的是债券基金的时候呢，你可能同时需要考虑一个税收的问题，因为有一些债券基金它是免税的。然后是管理方式，定投的话选择被动管理方式会比较好，它减少了人为的因素，反而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波动率。那我们赚的是整个美国甚至是整个全球经济的发展的红利，我们只要跟着这个趋势走就可以了。最后是它的流动性，并不是说 ETF 的流动性不重要，我把它放到最后。相反，一个金融产品的流动性是非常重要的指标，你流动性差的话，买卖的差价就大。那对于做短期或者期权投资者，流动性就非常重要了。我这边把流动性放在最后呢，是因为对于长期投资，我们基本是不卖的。那我们在做每半年或者1年的资产调仓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微调，但不太会发生急速的买卖情况。那这个指标对于定投的重要性就会相应的降低。接下来呢，我在5个大类当中选出6只适合定投的 ETF。第一个大类就是标普500，这是由500家美国大型的上市公司组成的，这些公司大部分都是行业中的龙头，具有非常强的盈利能力。第一支 ETF 是 SPLG， 它追踪的是标普500的指数，它10年期的年回报率呢是 12.43%， 目前它的股息是 1.34%， 费用是 0.02%， 而且它是被动管理的，它的流动性的话是比较不错的。大家如果想要知道这支 ETF 的详情，直接到谷歌打 SPLG， 然后出现的第一位就是它的财富管理公司道富环球的官网，然后点进去的话就可以看到所有的详细的信息，比如说目前的价格、它的资产规模、费用，然后最近的表现，可以看到最近的话1年当中，从熊市底部出来之后呢，它的增长是 20%， 那10年的平均回报率每年的话是 12.47%。 之后可以看到它持有哪一些公司都是我们所熟知的，比如说是 Microsoft、 微软、苹果、英伟达、亚马逊等等等等。下面呢说一下这家公司的优势。追踪标普500指数的
ETF 有非常多，比较著名的就是 SPY、VOO、IVV 和 RSP。那前面4家它的回报率基本上都相差不差。那其中最著名的呢就是 SPY， 它是历史最悠久的一支 ETF， 它是1993年成立的，到现在也有30年时间了，流动性也非常大。那 SPY 它的基金管理公司是道富环球 SSGA， 这和 SPLG 是同一家公司，所不同的其实只在于它的费用上面。SPLG 的费用是 SPY 的1/3还要少一些，因为它的费用上的差异，所以说不光是从股息还是从回报率来说的话， SPLG 都会优于 SPY。 那我们看它一下持股上面是 SPLG， 下面是 SPY， 可以看到它们的持股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那他们的权重呢，就是占股的百分比也是一样的，他们全部都是按照市值加权的方式来追踪 SP500， 就是标普500的指数。我看了一下它里面的具体持仓，一共是503只股票吧，他们基本上是可以达到98%的重合，不光是从公司还是从持股的权重上面来说，基本上是1:1的复刻了。这其实就是同一家基金公司复制另外一个低成本的 ETF。 那它的流动性上面来说也是非常不错，可以看到 7.7 million 的流动性，甚至高于 VOO 和 IVV， 所以说这只股票的话，它还是从收费上来说都是不错的一只 ETF。 那当然了，它的收益在近1年熊市底部上来的时候呢，它有20%的回报率，10年的平均回报率有12.4%。但是 ETF 不像是定投或者说是国债，它其实是有回撤的，有涨有跌的。所以说近期2022年呢，它的回撤有26%，这个大家需要注意一下。那如果对于26%的回撤有点难受的话呢，可以考虑另外一只 ETF， 它也是追踪标普500的，是 RSP。 所不同的呢是其他的 ETF， 不管是 SPY、VOO 或者是我刚刚介绍的 SPLG， 它都是市值加权的构成来持股的，也就是说这只公司它的市值越是大，那它持股的份额就是越是多。大家可以看到市值比较大的前几位的公司的话，像微软的话，它的持股就有7%，苹果6%。那越是到后面的市值小的公司，它持股的份额就越少，可能只有0点几这样子。但是呢 RSP 的话，它的持股是一个平均分配的，不管你公司市值的大小，500家公司平均分。所以说像英伟达那么大的公司的话，它的持股也就只有0.3%。那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回撤的时候相对于没有那么难受，它的回撤比SPY 也好 SPLG 也好少一些，是23%。那不好的地方呢，也是同样就是它的收益也会比较少，像10年期的平均回报率的话，它比其他的 ETF 要少2%，那更不要说近1年的回报率，别人都是20%的上涨收益，它的话不到5%，这个就是有舍有得了，各有利弊。接下来我们看成长股这个类别，指数基金当中成长股的收益相对于都会比较好，因为它里面的公司大多都是利润率比较高的、比较高速发展的公司。那这里面推荐的 ETF 呢，就是 QQQ， 这个大家应该都是比较熟悉了，它是追踪纳指前100的公司。那它10年的平均回报率呢是18%，目前的话它的股息收益是0.62%，费用是0.2%，被动管理的，然后它的流动性也非常强。那这5只 ETF 都是追踪成长股的，所不同的呢是他们追踪的指数不同。 QQQ 是纳指100， MGK 的话是美国大盘的成长股， SCHG 的话是道琼斯的美国大型公司的成长股，那 VONG 的话是罗素1000的美国成长股。这5只追踪成长股的 ETF， 不管是从他们的规模、收益率，还是说他们的管理团队，在市场上都是属于非常有竞争力的 ETF。这里面选择 QQQ 的原因，主要的就是它的回报率是超过其他的 ETF 的，长期来说高了3个点，那短期也有高2个点。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 QQQ 的流动性非常强，流动性决定你股票在买卖的时候的差价的高低。那我为什么没有选QQQ 的平替 QQQM 呢？其实有3个原因。一个呢是 QQQM 的时间过短，它是2020年成立的一支 ETF， 虽然说它是复刻了 QQQ， 但它时间还是过短。
另外一个原因呢，还是它的流动性，流动性相对于 QQQ 而言，它少了基本上是40倍吧。第三个原因呢，是它的费用相差并没有那么大。你可以看到 QQ 的是0.2%，它是0.15%，这一点的差价呢，不足以抵消它时间过短和流动性过少这两个短板。看一下 QQQ 的持仓，基本上跟 SPY 差不多。前10大公司的话，也是微软、苹果、英伟达、亚马逊、脸书这些公司。那所不同的，它是持仓的比重。QQQ 前10大持仓几乎上就占了它所有持仓的50%了。这就是为什么它上涨的时候力道非常强，但下跌的时候也是速度挺快的。2022年的时候，它熊市下跌了37%，当然熊市回上了2023年的时候，它上涨也有53%，这上也快，下也快，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其实对于大部分投资者而言，标普500或者是成长股，在里面各选一个指数作为定投就可以了。如果说是从资产配置或者说是风险管理的层面考虑的话呢，选择其他的投资品类的资产进行分散风险，效果可能会更好。不需要把那个个股也好，指数也好分得太散，不方便管理。接下来3个类别呢，我会快速的和大家过一下，给有需要的朋友做一下参考。说一下追踪整体美股的指数，VTI 的话，它是追踪整个美国市场的指数，然后它的10年平均收益率是11.92%，目前它的股息收入是1.38%。费用的话非常低，0.03%，被动的管理，然后它的流动性也是不错的。那这3只呢，都是追踪整个美股市场的 ETF， 它的收益率也都差不多，1年、10年，然后股息收入也都是有的，费用的话也全部都是0.03%。这3只 ETF 基本上差不多，区别也就是发行机构不一样。VTI 的话是美国最大的 ETF 之一，它是由先锋集团 Vanguard 发行的。那 ITOT 的话呢，是由贝莱德集团的，它是安硕系列。SPTM 呢是景顺发行的。其他的话基本上大差不差。那 VTI 在2022年熊市的时候，它的回撤是27%。看一下价值股里面比较大的一只 ETF 呢是 VTV， 它目前价格是155，费用的话是0.04%。那我们看一下它近些年的表现吧，它10年的平均收益率呢是10.23%，近1年的收益率是7.3%，它里面的持股就会比较平均一些。当然都是大型公司，那它比较集中在一个是 finance 就是金融类的， healthcare 是医疗类的，还有 industrial 是工业类的这些方面。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持仓的话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然后 AVGO 的话是半导体， JP Morgan 是金融类的，然后下面是医疗类的等等。股息会比较高一点，是2.36%。好处就是市场回撤的时候跌的少一些，2022年的时候它回撤了18%。最后说一下股息类的 ETF，推荐一只是 SCHD， 它呢是追踪道琼斯美国精选的股息指数，它是由美国市场上100只股息收益率最高的股票组成的。这些股票大多数都是有比较长的支付股息的历史，财务状况也比较好。其实大部分支付高股息的个股也好， ETF 也好，它的回报率都比较拉垮，这是少数的几只兼顾了回报率和股息的ETF。那它10年的回报率呢也在10%以上，现在是11.55%。那近1年的回报率不是很高，2.59%。那它的股息的话是3.57%，费用也不高，0.06%。然后它目前持有的公司的话是博通，然后默克，然后家得宝、雪佛龙等等的，但是它的持仓比率比较集中，前10家的公司的话占它持仓比例的42%。它的回撤呢在熊市当中也不算特别大，2022年的时候它的回撤是17%。今天说了这6只 ETF， 它的长期回报率都在10%以上，费用的话相对也是比较低的。从整个美股市场到科技股还有价值股、股息股里面都包含了。那里面表现最好的当然是 QQQ， 它的10年回报率是最高的，当然熊市的时候回撤它也是最多的。它相对于价值股来说的话，它几乎是它的
1倍，回撤是价值股的1倍，当然它的收益的话也是价值股的好几倍，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资产配置。那今天就先到这里了，还有很多内容没有展开，以后有机会再慢慢和大家讨论。有问题的话可以给我留言，我抽时间都会回复的。好，就这样，拜拜。